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纳米比亚，那就是反差。这里既像世界的尽头，也像地球刚刚诞生的样子。很多看似矛盾的事物在这里却能够同时存在。地球上最古老的沙漠几乎终年不下雨，但在几十公里之外，冰冷的本格拉寒流却孕育着世界上最富饶的海洋生态。荒凉的沙海与拥挤的生命仅仅隔着一条海岸线。这里既安静荒凉，又充满生命的力量。作为摄影师，我们在日与夜交错中寻找反差，光与影的反差，冷与暖的反差，生命与时间的反差。纳米比亚几乎把所有关于反差的元素都放进了同一片土地。这一期节目，我强烈建议您打开杜比世界观看，用更宽广的亮度、更丰富的色彩来呈现这片土地最迷人的地方。欢迎关注采风摄影生活大志纳米比亚博茨瓦纳摄影旅行全攻略，我是大马猫本。纳米比亚的邻国博茨瓦纳就是完全另外一副模样。这是我睡觉的床，这个就是一只正在吃草的大象。同样是非洲，如果肯尼亚的生机勃勃是靠数量取胜，就是成千上万的角马和斑马的话，那我觉得博茨瓦纳的生机勃勃就是靠距离和这个活力取胜。你看我身后水里泡着的那一大家伙，就是一只正在吃草的大象。这就是在我们住的这个酒店的这个前台，也其实在那个大象正对着的那个位置，就是我住的房间，也就是我推门从房间门口，就在我那个办公桌上对面，就是一个在水里吃草的这个大象。你甚至都可以听到他们把这个草甩干净水以后放在嘴里吭哧吭哧吭哧咀嚼的声音，就是这么刺激。就是来博茨瓦纳基本上就把看大象这个阈值给拔得高高的，就是你能躺在自己睡觉的床上看见一只活生生的大象在那吃东西，然后一吃就是1个小时，那感觉真的完全没法用震撼2个字来形容。你自己感受一下，你自己感受一下。上来了，嘿，我去。这是我们睡觉阳台门，后边就是我们睡觉的床，前面就是一只大象。我操！哎，就问你，怕不怕？怕。Could be some zebra out here as well. 大马猫本环球堡东一角西一角，特殊的地方就得用特殊的方式来游览。欢迎来到博茨瓦纳。哟呼！这个人才我们去看好自然。啊。如果用一个词儿来形容博茨瓦纳，那就是脉动。奥卡王格三角洲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陆三角洲。通常来说，大江大河最终会流向大海，但是奥卡王格不同，来自安哥拉高原的雨水就像一盆倒在地面上的水一样，流入南部非洲的内陆，形成一片广袤的内陆三角洲，将南部非洲的平原变成一片随着季节地球律动的湿地。这一片土地水草丰茂，生机勃勃。这种地球的脉动，就像我们看着大象从帐篷前走过时那种紧张的心跳，让我们觉得与非洲同步，带劲，真的带劲。从上面往下看，这些动物都去水塘。
这边有非常高的对无人机的要求，然后你要填各种许可，然后我觉得在地面看已经非常美了。如果真想到上面的话，直升机绝对值得飞。我现在有点记得我身后这摄像头，我真的这个安装在我们酒店山顶上，这监控摄像头享受着最好看的风景之一啊，360度无死角，然后往东能看见日出，往西能看见日落。它还是一个大变焦比，想看全景看全景，想看特写看特写。我费这么大劲跑过来，好嘛，还没摄像头这个拍摄的位置好。我们老是说啊，这照片颜色真好，但是这个颜色啊，确实是跟光线有直接的关系的。你看身后的这个山，它本身确实是有颜色，就是这种，这个4氧化3铁吧，还是3氧化2铁，我忘了，这种红色。但是在不同的光线下边，它的颜色浓度是不一样的。早晨日出，晚上黄昏日落的时候，黄金时刻，哎呦，那真是通红的一个，大的像宝石一样在你面前闪耀，而且再加上背后这个紫罗兰的天空或者日落这种蓝天，更好看了。所以纳米比亚这地方光线起到了决定的作用，强烈建议大家用杜比世界去看这期节目，然后感受光线作用在颜色上面的一个变化。有这个光的折射、光的反射，甚至这种发光体在画面里边的时候，你就发现整个的画面多了一个维度。想看杜比世界，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方法来实现。然后现在我们的手机也都开始普及支持杜比世界。我还是嫉妒这摄像头，哎呀，真的，它这机位多棒啊，多棒啊！就这摄像头，开一个24小时直播，谁花钱多，谁就掌握遥控权，这主意不错吧？我觉得这一摄像头比这酒店挣的钱都多。哎，我们现在开始架这个相机，准备拍银河，拍这个日转夜。有些人说你这大白天怎么就开始拍银河了？我跟你讲，趁着白天，然后把这个相机先架好位置。我跟你讲，拍银河最难的不是在于怎么设定光圈快门，而是怎么在全黑的环境下把你的相机设定好，把你的脚架设定好，把你位置找好，把我的充电宝给拴在上面。然后呢，还要像什么脚架的宽容板锁死了啊，脚架这个腿的位置啊，底下不能有松的东西。跟你说，细节太多了，任何一个东西没想到位，你都成功不了。你看，捡块石头放在这个脚架边上，然后当定位，就别让自己磕了或者踢着，对吧？行吧，现在离日落还有45分钟，待会儿银河就开始唰升起来了。看看啊，大马宝本环球跑东一脚西一脚，让你看见日转夜再转日，银河星空下的纳米比亚，这个世界上最适合拍摄星空的地方。取景器里边还亮吗？这还亮着嘿。It's all in our hands, this life of time that's given to us all. It gathers round each night, each morn. We watch it pass and grow. It is all in our hands, it is all in our hands.
with every field and rising sea. Can hear the sounds of all, and with every change we'll always be where hope's not lost but found. It is all in our hands, it is all in our hands. It is all in our hands, it is all in our hands. And we know the change will surely come. Maybe one more trip around the sun. 马勒比亚吃饭、加油、上厕所的地方就跟新龙门客栈一样，因为这地方荒嘛，方圆几百里就没别人了，所以所有的这些大间住店、停车加油的事儿，都是得在这种荒地中间这个小镇那儿解决。但是早上起来，日出的时候，哎，趁着别人没醒之前，哇，特别有意思，就很有生机的一个地方。说纳米比亚这地方虽然荒凉，但是还没有那么荒，就是还能看见一些人为的好看的美的痕迹在里边。It is all in our hands. This life of time. 海豚，海豚，海豚！前面你看，远处屏蔽海豚，我看到了吗？看到了吗？哎，来了！屏蔽海豚，这个海豚吧，它到处走，一会儿的噌就到你这个船头前面了。然后呢，一会儿的哗又潜到远处去了，而且你看我身后那个几千只这个海狮就在海浪边上那么聚集着，然后听那个叫声，3个镜头变焦太方便了，从超广角到超长焦，尤其在这儿，喂，好看好看好看！你看这地方好忙啊！你看远处那海豚，我来拍吧，我来拍吧。怎么着？咱们去看鲸鱼吧？咱们去看鲸鱼吧。本来我们都已经回去了，然后忽然看那船怎么掉头了，就看一大尾巴就从我们前面出来了。我们现在等一等啊，等一等。你看所有的船全赶过来了，就过来看鲸鱼。哦，就在这儿呢，就在这儿呢！哇，来，就在我面前。哇 ，Yeah, right in front of us, awesome， 真棒，就在我前面。你看，就在我们正前方。哦，运气好，运气好。我估计啊，这个可能马上准备好第2次啊。大家伙，正好咱们前面 VIP 啊，我去，怼脸。哇，这大家伙，哇，好肥呀！好肥呀！海狮以前见过，但是没见过这么近的，还不能摸的。哎，好肥呀，好肥呀！原汤化原食，我爱吃生蚝，就大西洋生蚝，就是在这边产生蚝的地方。还是没有高级。鲜美，超级鲜美。哇，它游得很快呀！喂，哎，还给大爷表演一个怎么上岸。我的小眼神，浓眉大眼，流光水滑。海报对这个手机拍摄画质，我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改观，方便。然后呢，居然还能达到我想要的一个画质。如果大家看杜比世界，
然后用这种能够显示杜比世界的手机也好。像这个 vivo 的 X300 Ultra 能显示杜比世界，你能跟我一样看到这个波光粼粼的世界，真的很爽。哎。你看他们保持着自己生活习惯，后边就是一个正在建造的屋子，就用那个木头树桩立起来，然后就是像这个钢筋一样，然后中间用牛粪和泥和起来，然后糊这个墙，然后再用茅草装这个屋，对吧？也是一个一个独栋的小 house， 对吧？我觉得就是咱们凭什么觉得是城市里边现代人生活更好呢？人这边也是啥也不愁啊，对不对？咱们烦心的事儿，他们没有，对吧？挺好，挺好。他们表演，哇塞，特别热情，也没有那么强的商业化啊。但是因为这个审核的问题啊，我现在拍2个版本，一个是这个背面的版本，还有一个正面的其他的这个平台的版本啊，大家自己选着看。这就是他们自己的生活的状态。说实话，我们在各地也拍了很多就是这种当地人，但是我觉得这个村落是让我拍起来感觉比较好的一个，就大家都很自然，而且还没有商业化。这3支镜头14毫米超广角，适合于拍摄风光类的题材。然后像这种拍摄环境比较友好的这个人文类的话，也能使用14毫米凑近了去拍。35毫米本来在照片的相机里边，你算是一个人文的镜头，甚至有一点点偏广角。但是放在视频里边的话，你会发现它的视角已经很窄了，已经是一个很专注的视角了。到了85毫米，哇塞，对于拍摄视频来讲，这是长焦，就特写的这种观察的这画面里边细微的东西，用85足够。用视频的机器，你别觉得这个镜头不够长，我觉得85毫米真的足够长了。当然了，如果你要想长的话，后边还有170毫米，还有200毫米，甚至到400毫米，让你拍那些专门的野生动物演唱会什么的。当然了，以我们这个题材是用不到。然后长焦的部分，我觉得纳米比亚差不多85就够用了。那再长的部分，咱们到博茨瓦纳拍野生动物就派上用场了。哇塞，太壮观了！我太震撼了，太震撼了！我觉得自己已经见着不好看的东西了。维多利亚瀑布号称世界第3大瀑布，我心说就是个瀑布呗，但是还能怎么样？但是当我真正站在这个瀑布前面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场景真的是太震撼了。要早看，这个世界还有太多的东西没见过的东西，要看的话要早来。水都倒了，落差特别大。这不是雨，这是水，这是叫什么赞比西河的河水。哇塞，我去，这水雾，我去，来了！哇塞，这雨下来了！刚才我说这个鱼白粗了，我说哪有水啊？到了这儿才发现，我这才真正用的上面，这个水量特别大，风水区。
然后呢，现在这个瀑布的落差100多米，最后这100多米的山谷的水都被气流卷上来，然后抛到天空，变成一个大雨给浇下来。你看那个水，呜、哈哈，你看那个水雾。你看这个水花飘了多远，就是以至于现在走到很深的地方，到处还都是这个彩虹，看见没有？在这种被水雾覆盖的环境下 ，vivo X300 Ultra 就像一个全能相机一样，完成了所有的拍摄。一天经历4个国家，什么感觉？我身后是津巴布韦，然后我前面就是博茨瓦纳的这个边境。今天早上啊，我们是从纳米比亚出发，然后呢坐飞机经过南非的约翰内斯堡转机，然后呢飞往津巴布韦去看维多利亚瀑布。然后下午呢，我们就是穿过这个边境，然后到了博茨瓦纳。大概就是在这个12个小时之内，我们经历了4个国家。这也是我自己的一项个人记录。照片背后的故事，狮子头去哪儿了 OK stop here。哇，太漂亮了！刚才那堆狮子是我这么多次来非洲拍狮子最好的一次。光线好看，日出的时候，然后狮群又多，而关键它还从你身边那么走过去。当老天爷拿走你点什么，他一定给你点什么。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出来天黑，转了40分钟，什么都没有，真是什么都没有。我还有点担心，我觉得司机都有点担心。但是就突然之后，就这堆狮群就出现了，然后我就拍到了现在为止最好看的一个狮群，起码肉眼看到最好看的一次。哇，铁律真的。老天爷拿到点什么，就一定给你点什么。拍那边逆光的好看。在拍这个3要素都集齐了的狮子的时候，没想到出事儿了。我在带团拍摄的时候有个习惯，当我看到要出现什么好看的场景的时候，比如像现在一个逆光下距离完美、形态完美的狮子的时候，我会快速提醒团员，那边有东西啊，大家注意拍。当狮子扑起来一瞬间，我听见手里拿着新买的100、400的那个朋友手里的相机哒哒哒响了的时候，我心里想，这画面肯定有了。又大又重又爽又锐。没想到在晚上看照片的时候，居然出现了一张这，哎呀，真的让我哭笑不得啊！行了，从此以后啊，每道菜必上狮子头，早一粒晚一粒，1个月。所以抓拍考验的是你对场景的预判的能力，还有手眼合一的基本功，这才是拍到拍好的关键。采风超级摄影团，大家一起练的就是这个。这应当是奥卡王格三角洲特色的游览方式，就是坐这个独木舟。你看，在前面正前方有只大象。这好处是在于，没有汽车的引擎的声音的话，你可以特别近距离的沉浸到这个环境里边。风声啊，远处鸟的那个叫声啊，包括这个船划过水面草的声音，然后你闻那个味道，距离离得近，你看手都可以接触到水。你看里面的水好清啊，清澈见底。对啊，这些水哎呦，安静又舒服。然后水就在里边飘着，里边是水土豆。咱们之前看那个大象在上面拔出来吃的东西就是这玩意儿。博茨瓦纳适合什么人来？我觉着啊，适合于第2次来非洲的人。本来我们是按照旱季，就是出雨季末来的，躲开这个下雨。然后但是呢，水又很丰沛。哇，没想到这边很反常的下大雨的天气。哇，这地方就得开这车了，就纯越野啊。Elephant，
波茨瓦纳适合什么人来？我觉得啊，适合第2次来非洲的人来。第1次来非洲，像什么肯尼亚、坦桑尼亚，你就看那种数量多的动物，显眼，对，好找，对吧？批发的动物，一看一大片，什么成群的角马、成群的这个斑马呀，对，包括这个草原上这很显眼的狮子。但是波茨瓦纳这边呢，就适合于你想看点不一样的非洲，因为咱这边光看环境不一样。首先，咱们可以坐越野车，然后呢，你还可以坐船从水面接近动物。然后另外呢，这个动物的行为和这个展现的方式，比如像大象，哇，这大象泡在水里吃东西啊。居住环境在肯尼亚那边呢，是属于性价比特别高。咱们住酒店呀，然后住那种这个帐篷酒店，但是波茨瓦纳这边就是那种非常奢侈的、非常的独特的这种野奢酒店，数量不多，都是几间房间，然后而且还是季节性的，这个水季就没有了，旱季才来，但是细节做得特别好，里边的装修啊，包括服务啊，绝对都是高了一个档次。如果你第2次来非洲的话，那又是一个加分项，真的。哦，对了，波茨瓦纳和肯尼亚的区别是体感不一样。如果肯尼亚是温暖和偏炎热的话，那这个南部非洲基本就是冷，又湿又冷。热的时候的话也不会太热，大概27、8度吧，但是阳光底下你会觉得晒。中午的话你也不想出去，但是一早一晚绝对是冷。你看车上备的全是那个毛毯，或者带着这个毛衬绒的这个雨衣，你就想这温度吧，实际温度大概最低可能有个10来度，但是加上你敞篷车和一点点雨水的话，你的体感可能就觉着我操，这也就11、2度的样子。晚上睡觉怕冷的人可能要加被窝。但是这地方是我的舒适区，我是觉得挺爽的。我怕热嘛，但是这种冷一冷的话，觉得挺舒服的，人有精神。这边的水非常浅，所以用竹竿、木竿撑蒿就行了，跟白洋淀一样，对吧？浅水，因为它是季节性的，雨水下来，然后这个河道啊、水面啊、陆地啊、湿地啊就被灌满，然后雨水一流过去，然后就进入旱季。我估计大多数人会觉得来非洲之前要什么黄热疫苗啊、疟疾啊、什么风寒啊、埃博拉呀，对不对？等等屁多。这么说吧，我们在波茨瓦纳虽然是雨季，但是真的没有。我不敢说100%没有蚊子嘛，因为我确实见过蚊子，但是我整个2周的时间，纳米比亚和波茨瓦纳没有被叮过一个蚊子的包，而且我真的是穿着短裤在星空户外的餐厅吃饭，我穿着短裤在我们的这个酒店附近转悠，真的没事儿。我甚至连防蚊水都没有涂。我觉得非洲可能远比大家想象的那种炎热干燥、蚊虫肆虐那种感觉要好得多得多。真的，就是对于非洲的认识，您还是自己过来看一下吧，自己感受一下吧。我觉得也别看那些什么自媒体了。我这按在那个某书上来看呢，非洲都已经是没法人待的地方了。但是你要想对非洲有一个改观的话，真正的非洲自己过来试试。光线真好看啊，就是这种光线照进生活的样子，阳光照进生活的样子。哎，非洲这地方真挺神奇的。我们前年的非洲团，然后来的时候呢有小2口，然后时隔1年产房包喜讯，然后第2年的那非洲团呢有一个小伙子单身，然后群里那帮大哥大姐们说：“哟，小伙子不错，给你介绍个对象吧。”最后才过几个月，哎，群里就说订婚了，领证了，就开始大家有这喜讯。今年，嚯，又有团员在出发之前偷偷告诉我，又在出发之前，团员偷偷告诉我，在热气球上求婚。我说非洲这地方确实啊，这个人类繁衍之地。
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感谢您陪我看到这里。不知道这一期最打动您的是旅行的故事，还是杜比世界呈现的光影，还是影像手机的表现？其实在我整个旅程过程中，我始终只是在做一件事，就是发现好看的光还有有趣的事儿，然后把影像和声音一股脑的记录下来，把地球另外一个栩栩如生的小角落打包回来和朋友、亲人、观众们分享。希望当您看到这些画面的时候，也能感受我当时站在那里的那份心情，多好。好了，感谢收看《采访摄影生活杂志》，我是大马猫本，咱们下期再见。